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蓝轩小姐、王辉委员、洪孟凯委员、唐湘龙先生。好，那《华盛顿邮报》说，川普上个礼拜在大卫营骂国防部长就是他们的战争部长赫克塞斯，说居然你给我的消息说弹药还够，弹药都快打完了，我都不知道。而且当时是谁要我去打这个伊朗？就你啊！你鼓励我去打伊朗，说很快就可以结束。从228到现在多久时间？结束了吗？所以呢，川普很生气，彪骂国防部长那另外呢，伊朗说跟阿曼有协议，荷姆兹海峡，那伊朗有权利监督但是他们不会收费，也许会收就是说。不允许收通行费或付费，但也许会收一点自愿性捐款。所以你如果想自己要自愿捐可以的，但是不会强迫那另外呢，路透社说，伊朗警告波湾这些国家，如果美国再对我动武，我就攻击这些重要的能源设施，你们这些国家小心不要以为只会打我。那么这是伊朗。基辅乌克兰也蛮惨的，俄罗斯有28个飞弹去打基辅。那乌克兰说毫无招架之力，就连阻挡力量都没有了，等于防空全部空虚那死了21个人，伤了61个人那另外呢，乌克兰原来泽伦斯基去跟这个川普商量的时候，希望美国授权在乌克兰做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的拦截嘛。但是呢，听说谈得不太好，当时川普好像愿意，但事后呢又反悔了所以呢，这个路透社说。还在讨论并没有真的同意那另外说卡关了，那美国驻北约大使库塔克说呢，还在谈，但是今年冬天以前恐怕很难定案。问题来了，你冬天不定案，俄罗斯趁着冬天就跟你攻城略地了那另外呢，这个北韩传出来飞弹部队部署在俄国，乌克兰说恐怕有120个弹道飞弹，6个发射系统这表示呢，北韩军队都去了。不是只有飞弹去了，军队都去了蛮危险的那另外呢，这个专家也警告，如果爱国者飞弹乌克兰没有了，普丁在冬天会发动最后一击，一举设法把你这个打败。我们看一下。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信心满满，不仅宣称美伊谈判进展良好，也再度表明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如果从川普受访的时间来算，台湾时间7号的中午前，谈判结果就见分晓。只是中东局势让他头爆着烧。夜空中火光瞬间照亮天际，爆炸声接连响起，熊熊烈火吞噬整个物流仓库，消防车、水柱不断喷洒，浓烟却依旧直冲天际。俄罗斯5号凌晨再度对基辅发动大规模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物流中心、仓库、火车站接连遭受轰炸，至少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由于袭击在深夜，不少民众还在睡梦中。更令外界震惊的是，俄军这波攻击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乌克兰防空系统竟然1枚都没有成功拦截，创下罕见纪录，也凸显防空飞弹严重不足。President Zelensky didn't pull any punches. He said in a post on X that the number of air defense missiles supplied to Ukraine has dropped threefold compared to 2025. That's not jus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but overall in 2026. 川普曾表态支持乌克兰在境内生产爱国者飞弹，如今传出相关计划搁置，外界认为华府立场趋于保守，让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再添变数。另一方面，乌克兰情报单位指出，北韩除了持续提供弹药与飞弹外，更派遣飞弹部队直接支援俄军作战。除了俄军火力增强，美方军援不确定性，乌克兰防空压力持续攀升。如果荷姆兹海峡它采取了像马六甲海峡的方式是属于一个自愿性的付费，我觉得呢，对于国际的航运来说，还有油价来说都会有帮助，因为马六甲海峡就是采取一个自愿性的付费。但是
在整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翻来覆去，伊朗也翻来覆去哈，所以我不晓得到最后是不是真的会采取一个这种所谓的自愿性付费。那至于就说美伊战争为什么美国到现在打不下去？好，现在你看到了没有？就是大家开始来找战犯。那川普当然变成众矢之的，那他当然就要找一个人来出气，那就是他们现在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啊。那他怪赫格塞斯说：“哎，你都没有告诉我，我们的飞弹库存量都不够了哈。那我这个美伊战争怎么打下去？前面讲说我要再去轰炸，再去打伊朗，我现在没办法打了，不够这些飞弹。”但我觉得也很好笑，因为事实上有关于美国的这个飞弹的存量已经大幅下降，而且短期间没有办法补足。这起码在1个月前，国际媒体就已经报很多啦。我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川普会不知道？所以显然，川普现在焦头烂额之中，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他当战犯嘛。那现在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当时你告诉我啊，说可以这个打伊朗很快，因为当时赫格塞斯非常快速的解决委内瑞拉的事情，让这个川普觉得大为赞赏。那所以他也以为这个伊朗的战争也非常快，他当时也说非常非常快速就可以解决。结果现在深陷泥淖之中。那至于现在美国的库存量有多么惨呢？因为之前就传出说，包含它的爱国者飞弹，还有它的战斧飞弹，起码它的库存量都已经下降50%。那现在又传出来，萨德飞弹，萨德飞弹现在仅剩下原来的20%而已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的量下降的非常多。但是这些飞弹呢，它不是制作面包啊，也不是制作就是一些什么泡面之类的，它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提供。那所以它起码就是如果要再生产恢复生产，那时候就说有的要5-6年之久。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乌克兰在无人机的部分大有斩获，它现在是全世界生产军用无人机最多最快的一个国家。乌克兰，可是呢，这也触怒了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现在都是用这个飞弹攻击它。那就是因为乌克兰美国的飞弹不够，乌克兰的拦截飞弹也不够，他们就有计算，去年的时候，去年此时，乌克兰可以成功拦截俄罗斯的这些飞弹的攻击，它的成功拦截率可以到66%。但是今年同一年比较，它的那个拦截率下降44%，只有44%，连50%都不到了。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拦截率不够了吗？不是啊，就是拦截飞弹已经不足了。所以现在就开始讨论说，那美国要不要授权乌克兰可以制造爱国者飞弹？但是川普现在反悔啦。他为什么反悔？因为他们内部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说，哎呀，你今天授权给乌克兰，那假使那这样的这些相关的参数也好，这些技术也好，那如果被俄罗斯拦截或被其他国家拦截，这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川普又没有完全的答应。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只是看到在这些战争里面，不管是美伊战争也好，或者是乌克兰这个战争俄乌战争也好，我们只看到越来越多的平民老百姓死亡。最近就是真的这个俄罗斯用这样飞弹一直攻击了非常多的平民，又死了好多人。所以这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战争千万不要随便的开始啊！川普说：“我卖给你爱国者飞弹可以，但是在国外生产要很小心。”所以现在开始动摇。来，孟凯。古话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啊。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啊，关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嘛。三国时代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就叫草船借箭。为什么要草船借箭？当时因为东吴跟这个蜀汉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周瑜出了一个难题啊，讲说我们武器不够啊。如果说武器不够的话，曹操100万大军下来没有办法防卫啊。所以诸葛亮才会接下这个挑战，要干嘛？要去生产10万支箭，但怎么生产不知道。可是他说他有办法，而且少1支箭就要拿人头来这个提供。那我讲这个典故是什么？就代表说，发动战争之前，武器的充足以及弹药的充足与否，这是非常重要的。古代讲粮草，不是只包括粮食啊，还包括武器、包括设备、包括装备等等，全部都要到位，我才能够来发起这个战争。也因此，
这一件事情凸显3个显然啊。第一个显然，美国看起来决定在跟2月28号跟伊朗这边撕破脸，显然他没有磨定和后动。第二个显然当初认为是说啊，我1个礼拜、1个月内。如果说用斩首行动来去瓦解这个伊朗的这个首领之后，可能伊朗就会这个不战而屈。所以说，他们显然把战争想得太过于单纯，或者说太过于直接，或者是剧本想得太过于美好。第3个显然就是赫姆兹海峡看起来是这一场战役的一个关键的重点，而到底当初美军在评估说发起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时候，赫姆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有没有把它考虑进去？这可能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还在持续进行中。但也许未来危机解密啊，或者说再来做这个检讨讨论的时候，说不定赫姆兹海峡这个关键的因素，当初在美方的一个评估里面，并没有把它列为是一个关键的角色。也因此，当伊朗爆发战争之后，他以赫姆兹海峡来去做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影响的时候，美方反而会相对落人被动。所以我讲那么多，其实就意旨凸显在于是说，现在川普时间上来讲，真的压力会相对比较大。为什么？11月6号，美国期中选举越来越靠近了，现在已经是8月了，在3个多月不到的时间就要美中选举。那如果说美中选举真的对于现在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话，其实会对于川普接下来的任期来说，他的民调以及他的威望更加的没有办法接受。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在于是，现在的美方的武器库存到底还有多少？当然，刚刚洪薇姐有引述很多的报道的一个讲法，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其实这真的只有美方知道。可是我们要讲，当这样的一个讯息一而再再而三被爆发出来的时候，其实代表什么？代表是美军在威慑力上面来讲是相对比较弱的。而如果美军威慑力弱的时候，对于全世界的情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大家都还是静观其变。4月3号了，美国总统选举，休息再回来。好，现在在实施汉光4号演习，10天9夜，很长哦。赖清德昨天晚上呢，跟这个秘书长啊，他们因为万军演习啊，那亲自登云豹车前进圆山指挥所，就总统府，人家要斩首了，包围总统府哦，那个地方全部啊要斩你了，赶快搭云豹这个车子去圆山指挥所啊，然后呢还要发新闻。说呢，赖清德第一次搭万军车夜背衡山指挥所，然后云豹甲车呢3路7敌来护送。在想说演习，那老公不就知道了吗？哦，搞半天7敌哈，你3路将来4路5路，那真的打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在7敌啊。哦，这好说好发新闻说3路7敌，你7谁呢？当然7老公吧，因为老公要斩首你啊。已经告诉他以后呢，我都是好几路哦。到这个衡山指挥所，然后因为10天9夜，第一天哦，所以叫做临机应变，没有剧本，临机应变，实战验收啊。那另外呢，这个但是就有军机传意外了，嘉义基地 F6战机冲出跑道，为什么冲出跑道？说昨天天雨路滑哦，所以呢，因为降雨跑道湿滑，飞机减速效能降低，导致偏离跑道，但是还好人平安。飞机轻微损伤，当然演习本来就要看这些事情了，但是这也够笨了吧？我开车都知道天雨路滑，你开飞机你不知道天雨路滑，你战斗机冲力有多大你都不知道，所以因为下雨，所以我刹不住那个车子，所以跑到，这是个理由吗？我听来不是理由，显然是训练不够嘛，显然是有问题嘛。这怎么事呢？我们开车都知道，下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跟前车要保一定的距离，因为刹车的时候它会往前再走好几个车身的距离，都知道啊。哦，说飞机减速效能降低，那不讲废话吗？那当然了，你下雨飞机减速刹车效能会升高吗？当然不会嘛，好吧。另外呢，战车有个逃生门在下面，哦，因为呢，万一上面被炸，从下面可以逃生，结果呢，逃生门掉下来了，哦。那说为什么？因为逃生门的螺丝没有锁紧，所以但他们军方说不影响任务。那废话，我们当然可以走了，也没有真的要你逃生了啊。不过呢，就是螺丝掉，这不见得不只是逃生门螺丝松了，你整个螺丝都松了嘛。你螺丝锁紧不是平常就应该做的事情吗？
怎么老百姓看怎么门掉下来了哦？那另外呢，汉光演习高雄机场连外道路演练设障碍的这个区域，哦，居民也没什么感觉。还有呢，夫妻呢还在那边这个吵架哦，就是演习在讲演习视同作战，是很严肃的哈。结果呢，夫妻还没吵架，根本就没把演习当回事。我们看一下。韩伟第二天可以看到头部这里有多辆云豹甲车集结，疑似是要验证万军计划。TVBS 拍摄到总统车队从衡山指挥所离开，而总统府也证实总统有亲自参加验证。戴战术头盔、穿防弹背心，身为3军统帅的总统登上云豹甲车。这万军计划就是演练战时如何安全护送3军统帅到指挥所，以确保政府持续运作。代表是国军实战化训练的一个象征之外，对计划本身的验证，甚至于对这个整个移转过程中能否确保这个通讯安全的这个相关的验证，它也是有相当的重要性。汉光第一晚，国家元首验证机动转移，宪兵更是动员3波车队来欺敌。以后总统的万军车队其实应该要有主动或被动的防范无人机的相关的一个措施。而这过程疑似有美方人员在场全程观察，也就是大家所称的美语老师。台美的军事交流，我们之前已经一再讲过，是越来越紧密啊，所以我们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的经验，来协助提升我们的各国军的作战能力。不过说到云豹爬灶，宜兰地区部队也执行战术机动驰援西部地区。在雪隧内呼啸而过，尽可能的就是将兵力往中枢投送。南部的装甲旅也北上，再度验证南兵北运，也碰上第3作战区的 M1A2T。最新接装的 M1A2T 战车首度投入汉光，实兵验证，增强战力。好，今天入夜过后呢，其实嘉义地区是不断降下雨势的。那么就在稍早晚间8点多的时候呢，嘉义的空军基地是传出了意外消息，一架 F-16战机疑似因为雨势过大，晚间在执行夜航训练返场准备降落的时候，因为跑道湿滑，因此是冲出跑道。所幸呢，得知到的是飞行员是安全的。而根据了解呢，这架 F-16战机编号6644是单座战机。就在今天汉光演习的首日，是发生了这个意外的状况。目前呢，机场跑道是已经先行关闭了，而同航的飞机呢都要站落外场。而空军司令部稍早则表示呢，下雨导致跑道湿滑，飞机减速效能降低，因此才会偏离跑道，没有影响到民航班机的起降。目前是已经派出专案小组前往调查，来厘清肇因。民众看着前方战车扬长而去，不过往回走，地上怎么有掉落物？仔细看才发现，原来是战车零件。超重的！一边无奈的笑，一边把逃生门盖板拖拉到路边。没过多久，看见其他战车路过，热心民众赶快把对方拦下。只见一名国军弟兄跳下车后，站到前方指引战车往前，弯下身子捡起掉落物。你看他现在是下来捡。这起国军喷装事件发生在5号上午汉光42号演习登场首日，当时车队进行实兵演练，准备前往战术位置。一部 M60A3 战车经过台东市志航路一段时，下方固定用螺丝松脱，导致驾驶逃生舱门掉落。陆军台东地区指挥部证实是人为疏失，后方车队把逃生门捡回后，已经完成整复，不影响后续任务。香农怎么看演习？那个逃生门，战车的逃生门其实很重要，它不只是在战车最脆弱的它的那个顶部被攻击的时候，让里面的成员呢还有呢逃生的机会。逃生门必须要完整，是因为它还有防地雷的作用。那如果你没有如果基于方便，你认为那个地方呢没有逃生门也没有关系。当你呢压到地雷的时候呢，里面的成员的风险呢就很高了。好，那我只提醒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年都有汉光演习，那
汉光演习这种的演习的形态，它本身呢都有说服民众对群众呢做军事公关的味道。换句话说，我就是要把演习呢，即使是摆拍，我都要做得漂漂亮亮、顺顺当当的，让老百姓呢觉得，起码呢演得很像，让老百姓在你看完演习之后或者演习的相关新闻的时候，增加对于呢你本身的军方的这个军务方面的信心跟支持度。但是汉光演习呢，层出不穷的这种的乌龙的事件，在外行呢都会感觉到呢，你本身的管理跟训练的是有问题的。每一次演习的时候的那个摆拍，最后所暴露出来的，看起来就算是不致命的这种的小弱点，它都会削弱老百姓呢对这个军方的信心跟支持。这种的演习呢，反而是呢反效果。好，不过对台湾来讲，我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前一题呢，我们在讨论到的就是美国的弹药库存见底的这些事情。当然呢，有关于呢《华盛顿邮报》呢在报道呢，川普呢是不是呢在大卫营呢痛骂呢赫格塞斯这条新闻出来了之后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白宫的发言人呢跟美国的战争部的发言人呢都出来否认这件事情，都说没有。他说呢，那个100%华盛顿邮报呢是 fake news。好，但是他所谓的 fake news 是说，川普没有去痛骂赫格塞斯，但是他并没有否认美国弹药库存见底的事。那美国弹药库存呢，这见底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两个层面跟台湾大相关。第一个呢，从战术跟后勤的层面上面来讲，今天这些所有见底的库存的弹药，台湾通通有。台湾通通有，但是也意味着就是台湾的库存量绝对不多。不管你叫做爱国者，或者是呢空军呢用的这种的联合的遥攻武器，或者是呢海马斯的火箭炮等等，台湾的库存量绝对不多。那不多的时候呢，只要战争一发生了之后呢，台湾一定是处在封锁的状态。台湾的弹药是没有补给的机会的，台湾的弹药没有补给的机会，乌克兰有。你甚至于呢，今天呢，对于呢中东地区呢，美国的这些盟友来讲，还有台湾只要发生战争的时候，台湾的弹药没有补给的机会，你认为台湾的弹药库存呢可以呢撑多久？好，所以呢，不管今天我们所谈到的美国的爱国者好了，或者说呢台湾或者还没有萨德，但是呢台湾买的这些呢联合遥攻武器，或者是呢这种在标6，或者是呢这种呢在空军呢海军呢所使用的这个116的这种的反舰的这种的武器，这些都是台湾跟美方主动采购。我们因为都在美国的供应链的系统之下，台湾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境外新闻，因为美国的所有的战略设计。美国已经告诉这个世界，他的盟友们已经非常久了，台湾也一直深信不疑。每个台湾的绿营的支持民进党的老百姓，我相信你也被洗脑到相信，美国的整个的军事力量是设计来让他同时间可以在2个不同的空间里面打赢2场的中型战争的。它的设计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没有办法。它呢不止乌克兰战争，它并没有真的进场，在这一次的中东的波斯湾冲突，也还没有任何的地面部队进场。但是它连打一场的中型战争，如果假定对伊朗是一场中型战争，伊朗是没有空防的。伊朗的是没有防空武器的，美国要打伊朗，打这样一个没有防空系统的中型的战争，美国都已经打到呢弹尽援绝，非常的拉胯，这不是小事情。他的战略的诉求跟他的就是说战略的困境，在这个弹药见底的情况下面呢，已经很明显。大部分人会认为说弹药见底，入不敷出，那就赶快赶工做嘛。我跟你讲，像是联合遥攻武器这种的弹药，它的供应的补给要48个月。台湾有许多你采买的弹药，它都还没有给你哦。台湾在这个时候，你应该认真想，就是说
你顾立雄出来讲话的时候呢，我宁可希望呢，你不讲话的时候，你认真的去想一想这些的弹药。台湾今天呢，如果说面对到今天我解放军呢，就是我看准你弱点，搞了半天呢，你连呢面对伊朗这种没有防空武力，没有呢远程的，就是说呢地对舰的火力，所以呢你的海军呢可以非常靠近伊朗去呢发动攻击，你可以把你的呢战斗机呢飞到伊朗的境内呢轰炸了之后，都可以全身而退。战机被击落的时候，我还可以呢用2架呢 C-130进去把人给救出来。伊朗的体系164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是这么的没有任何的防空，跟了足够呢面对呢美国的这种呢突击部队。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解放军呢，台湾今天在面对这件事情，美国对你的承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不算数的。它的生产体系很明显的是跟不上。最后我跟你讲，就是赫格塞斯，你有没有注意到赫格塞斯很久没有公开露脸了？他上次露脸是在国会争取预算的时候，那已经是呢7月中的事情。赫格塞斯在干什么？赫格塞斯呢，在推动美国明年的，就是说呢，国防预算的1.5兆。你也合理的知道，美国为什么需要1.5兆？因为这场的战争，它的消耗真是太惊人了。台湾现在是没有能力呢去面对这种的战争的。韩国的爱国者呢，都在呢中东的冲突呢没多久都被调走了。台湾的爱国者能调得走吗？你光做这些演习的时候呢，能有用吗？你有没有看到呢？这几天光是解放军拍的那6支的纪录片跟台湾有关的，我们只要认真的看它的这种的远程的火箭炮，远程的火箭炮呢600公里，从福建的边上。它呢发射了之后，不只是呢打过台湾海峡，打到台湾的东侧海，它是可以到与那国岛的。这种的远程的火炮呢，只要摆出来了之后，一发生战争，没有任何支援台湾的机会，那台湾的弹药能撑多久？美娟。我觉得要强调的一点事情是，我觉得每一年我们都看到汉光演习啊，但是随着呢，第一个国际的局势战争越来越近啊，那各个地缘政治当中的话呢，事实上都有战争发生，所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那么遥远的事情。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国际之间看台湾，还是呢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台湾，包括美国警告我们，都觉得这个战争可能2027年、2028年、2030年都有发生的几率的时候，我觉得要看汉光演习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是演习还是演戏？还是真的一个真实战争的演练。那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应该把汉光演习当真，就是说如果说战争发生的话，它的形态可能会是什么，也因此我们的演习要演什么东西。好，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你就会发现说，现在的战争我们也是不断讲到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加强无人机，我们认为无人机会在现代的战争当中扮演相当的角色。那乌克兰的状况就告诉大家说了，你去打别人的时候靠无人机，但别人打你的时候你要有防空飞弹。所以刚才这个香龙讲到说呢，爱国者飞弹，那我们有没有讨论有关于防空爱国者飞弹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是一件事情。再一个就是说，市场需要用到飞弹吗？更多可能的一个状况，尤其是最近讨论最深的，就是目前共军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的东部的海面上面最做的事情，它就是封锁嘛。最可能战争形态就是封锁你。那封锁你，我们到底演练了没？我就不讲我们到底演练那么多战车，什么从南边调到北边，然后的话呢，赖清德可能被斩首，你到底在演练什么东西？就是说目前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形态，不是你告诉大家说的城镇战。城镇战的话，其实你说进到城镇的时候，台湾还在吗？等到你都已经登陆了，然后抢滩了，然后进到城镇之后，这个时候都不会是一个台湾能够存活的一个最佳的状态。更何况它也不可能，也不见得会是一个共军如果要进犯台湾，他采取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我们真要演练的话，我真的觉得对台湾来说，电力，你看最近不管是俄乌，不管是这个美伊，他觉得攻击你的港口，攻击你的天然气的攻击你的电力设施，这些是最可能发生的现代战争的模式。那我们演练了吗？我觉得这边，如果你真的要演练，告诉他说我要花这个什么10天9夜的时间来进行那么多的预算跟资源的操演，让大家有这个警觉让大家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要真的这个有信心，而且呢要有这个应变的能力的时候，应变的方式的时候，那你到底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就这一场汉光演习到目前为止，当然这只是第一天了但你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我看着，我突然之间觉得说，我们以前在讲到说有关于治安的时候，不是很多的一些县市首长一上台，尤其我还记得说柯文哲见警率。
他觉得见警率很重要，用见警让你到处都看到警察，你就不敢犯罪。我觉得我们这个叫见军率嘛，让你不但看到坦克车，不但看到军人，你就觉得哦，战争要来了。然后的话呢，哇，这个老共好可怕，老共好可恶啊，他要斩首。你的目的是这个吗？所以你的汉光演习目的只是演戏？目的只是一个大内宣而已吗？还是真正的去模拟一个如果战争发生，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如果真发生，它可能的形式是什么？那我们要熟悉什么？我们要去准备什么？我们要去演练什么？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汉光演习不晓得他到底要为什么去演习。我比较不解的一点哈，我们看这个直升机，哇，很棒，对不对？这个空降部队啊，它因为北部被围攻了，北部哦遭敌军攻击，北部很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赖清德才要跑到那个指挥所去啊。那这时候很重要，北部兵力是很强的，北部这一带的兵力是很强的，淡水也好啦，桃园也好，这一带兵力很强。说北部被攻击要增援，那怎么办呢？由驻守南部的陆军装甲联兵旅来增援，出动一架气努克运输直升机，6架黑鹰直升机，空中兵力投送。然后多少兵力呢？近100位兵力来投送，然后战车随后来，那战车要一定很多小时才到了啊。那你就100个好了，北部被围了，赖清德有难了，然后100个直升机的载的兵头就能够解救吗？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哎。就在这回来。